一筆120億美金的巨額軍購，為何讓南亞的天空瞬間變天？為何當空警500的雷達光波覆蓋邊境，印度引以為傲的100架陣風機群瞬間成了高級靶機？相信大家都刷到空警500正式落地巴基斯坦基地開展測試，標誌着巴鐵120億美元的天價軍工大單已經從媒體爆料、口頭意向正式邁入落地實錘階段。古人云：君子藏器於身，待時而動。咱们國家藏了這麼久的空警500，這次為什麼捨得拿去給巴鐵開外掛？40架殲35隱身戰機，6架空警500預警機，4套紅旗19高端反導系統，全套中式頂級空戰裝備一次性打包就位。全網網友紛紛調侃：巴鐵氪金120億直接開掛，別人還在4+1賽道內捲廝殺，巴鐵直接滿級畢業通關。隔壁印度更是成了全網最大的笑話。砸重金布局10年的軍備體系，硬生生被這一波頂配套餐給抹平，妥妥的10年努力一朝歸零。今天我不聊那些枯燥的性能指標，咱們用最刁鑽的角度拆解這場南亞上空史詩級的變天現場。別走開，接下來的內容可能會讓你重新審視什麼才叫真正的戰略降維。我是不愛放大招，歡迎來到老友記。首先咱們先破除全網最大的一個認知誤區，也是最核心的劇情反轉點。很多網友疑惑甚至質疑，空警500是中國空軍王牌預警機，是全球頂尖的數字陣列預警機，堪稱空戰天眼、戰力倍增器。這麼核心的頂尖裝備，我們為什麼願意出口？不怕技術洩露，不怕戰略被動嗎？普通人看軍貿只看裝備先不先進，懂行的人看軍貿看的是迭代布局、產能節奏、戰略大局。空警500之所以敢大方出口，核心邏輯霸氣又通透。第一，我國新一代頂配預警機空警3000早已完成多次試飛，技術全面成熟，距離正式服役只差最後一步。空警3000作為下一代全域智能預警機，在反隱身探測、抗干擾能力、全域數據鏈、多目標鎖定能力上全方位超越空警500，是真正的 T0級王牌。當新一代王者即将登基，上一代王牌就不再是壓箱底的底牌，而是可以對外開放、造福盟友、盤活全局的成熟裝備。第二，我國自用版空警500列裝數量早已突破50架，穩居全球列裝數量最多的單一型號預警機，產能完全飽和，技術徹底成熟，後勤體系全面完善，自用需求已經100%滿足，富餘產能完全可以釋放外貿版本。這裡給大家糾正一個全網誤區，外貿版絕不等同於自用版，所有出口的高端軍工裝備都會進行核心技術脫敏，性能適度調整，頂尖核心參數、獨家抗干擾技術、戰略數據鏈權限全部保留，既助盟友戰力升級，又絕對守住自身技術壁壘。這就是中國軍工的進退有度、攻守平衡的頂級智慧。除此之外，這場軍貿交易更是一場雙贏封神的戰略布局，絕非簡單的賣裝備賺外匯。古人云：流水不腐，戶樞不蠹。凡事持續運轉方能長久。美國很多王牌戰機早早停產，核心原因就是產能飽和、禁止外銷、訂單枯竭，生產線一旦停擺，技術人才流失，生產體系斷層，後續想重啟難如登天。而我們出口空警500、殲35、紅旗19，第一可以賺取巨額外匯，全部回流投入空警3000新一代隱身戰機高端反導系統的研發迭代，形成研發、量產、外貿再研發的良性閉環。第二，可以持續維持王牌裝備生產線運轉，保留成熟產業工人、生產體系、技術鏈條，避免產能閒置、體系斷層。第三，可以深度綁定鐵桿盟友，構建中式現代化空戰體系圈層，擴大中國軍工的全球話語權。這一步棋看的是10年、100年的長遠格局，絕非一時的短期收益。看懂了中國的布局，咱們再回頭看南亞這場極具戲劇性的軍備內卷，簡直完美印證了《孫子兵法》不知彼不知己，每戰必殆的真理。咱們先看印度的操作，堪稱當代軍備內卷的反面教科書。印度為了壓制巴基斯坦，稱霸南亞空域，豪掷100億美金，敲定了114架增強版陣風戰鬥機。這款4代半戰機單價狂飆3億美金，堪稱全球最貴4代機。印度堅稱最貴的就是最好的。所以舉國上下信心爆棚，認為靠着這批戰機就能徹底碾壓巴鐵空軍，一雪以往空戰失利的前恥，
甚至揚言要重塑南亞空中霸權。印度的戰術邏輯很簡單，我瘋狂堆4代半頂配裝備，靠數量、靠單價、靠紙面參數碾壓對手，這就是典型的囿於一域，困於表象，只懂跟風內卷，不懂迭代破局。古人云：凡人之謀爭於有形，聖人之謀爭於無形。印度拼的是看得見的戰機數量、單機性能、賬面數據，而巴鐵玩的是看不見的體系碾壓、代差降維、權域制衡。就在印度滿心歡喜等待陣風到貨，暢想稱霸南亞的時候，巴鐵直接一波降維暴擊，徹底打亂印度所有的布局。你卷4代半頂配，我直接跳過4代機所有內卷，一步到位解鎖5代隱身戰機，全域天眼預警，高端反導防禦加超音速反艦的完整天花板體系。很多觀眾可能覺得不就是戰機升級天戟加預警機，差距有這麼大嗎？這裡我必須給大家講透最致命的戰力痛點，也是印度10年都無法彌補的代差鴻溝。陣風戰機再先進再昂貴，終究是4代半戰機，先天存在無法彌補的短板，無全向隱身能力，超視距作戰能力有限，態勢感知範圍狹窄。而殲35是正統5代隱身戰機，具備極致隱身、超音速突防、超視距先發制人、全域機動壓制的核心優勢，單機性能對陣風形成全方位無死角的代差碾壓。說到這兒，咱們又得回頭品一品震驚全球的武器印巴空戰。歷史已經提前給所有人上演過參考答案。那場對決之中，巴基斯坦依托完整的預警指揮體系，以殲10 CE 為主力，在體系聯動之下付出極小代價，擊落印度多架戰機，其中就包含印度寄予厚望的陣風9架，外加蘇30、MKI、米格29多款主力機型。魏遼子有言：兵以智勝，不以眾強。這場空戰最扎心的真相是什麼？並不是陣風單機硬件不堪一用，而是印度空軍長期深陷一個致命誤區，單純迷信戰機參數，忽略體系協同。當年印度手裡就已經列裝陣風，紙面性能亮眼，可一旦脫離有效的全域態勢感知、互通的數據鏈支撐，昂貴的戰機就如同孤軍深入的游俠，哪怕單機機動再好，導彈性能不俗，戰場信息被對手單方面壟斷，最終只能被動挨打。往事尚且歷歷在目，我們就能拋出靈魂拷問：就算印度咬牙拿到全部114架增強版陣風，然後呢？戰機數量堆疊上去，但預警能力、一體化指揮、跨裝備數量兼容的短板並沒有根本性補齊。印度空軍是典型的萬國牌裝備，俄制重型戰機、法制陣風、以色列預警機，各家通信標準互不打通，大量情況下依舊只能依靠語音傳遞空情。再多4代半戰機缺少能統籌全場的空中大腦，依舊只能各自為戰。過去巴鐵僅有 ZDK-03 預警機搭配殲10 CE， 就能在局部衝突中掌握主動權。未來巴鐵升級為空警500加殲35的黃金組合，感知能力、隱身打擊層級再度躍升一個維度。屆時印度海量陣風面對的不再是對等的4代機博弈，而是看不見對手、發現即鎖定、接敵即遭攔截的降維戰場。單機優勢永遠抵消不了體系鴻溝，這就是現代空戰血淋淋的現實。更致命的是體系差距，現在空戰早已不是單機狗鬥、貼身纏鬥，而是體系對決、信息對決、感知对決。這就是兵家所言，先勝而後求戰。空警500到來，直接讓巴鐵空軍完成了從被動挨打、有限防禦到全域探測、先發制人、全程碾壓的逆天蛻變。說回空警500搭載的數字陣列相控陣雷達，是目前全球最先進的機載雷達體制之一。相比印度老舊的 NETRA 預警機，擁有跨代優勢，山體雜波抑制、低空目標捕捉、隱身目標探測、多目標鎖定能力，全方位碾壓印度所有空中預警裝備。現在的南亞空域已經出現一個讓印度空軍絕望的局面：印度戰機只要從北部機場起飛，瞬間就會被空警500千里鎖定，全程追蹤，實時標記。什麼叫裸奔式空戰？這就是印度所有戰機的起飛航線、飛行高度、機動軌跡、作戰意圖，在巴鐵的預警體系面前完全透明，無處遁形。這還不是最恐怖的，真正的殺招是全套體系的聯動賦能。古人云：單絲不成線，獨木不成林。再強的單一裝備脫離體系是孤掌難鳴，而巴鐵拿下了一套閉環無解的空戰戰神體系。空警500作為核心戰力倍增器，搭建起全域高速數據鏈，
實現全空域、全時域、全維度的信息共享。它可以遠程探索锁定空中目標，實時引導歼35隱身戰機隱蔽突防、超視距狙殺，面對敵方彈道導彈，戰機集群突襲，空勤數據實時同步紅旗19反導系統，實現發現及攔截、來襲及摧毀，構建起遠中近無縫銜接的立體防空反導網絡。不只是空戰壓制，這套體系還能實現海陸全域制衡。巴軍現役的 CM400 AKG 超音速反艦導彈，搭配空警500的遠程態勢感知加持，能夠精準鎖定印度航母、大型驅逐艦的海上位置，提前規劃打擊航線，封堵敵方機動空間，徹底終結印度海軍的近海威懾能力。自此巴鐵徹底解鎖空天攻防、陸地反導、近海反艦的全域無敵 buff。曾經印巴對峙的經典局面徹底反轉。過去是印度靠裝備體量、戰機數量壓制巴鐵，巴鐵只能被動防禦，艱難抗衡。現在的巴鐵靠體系代差、信息優勢、隱身戰力，對印度形成全方位降維打擊。這也就完美解釋了為什麼網友會調侃印度砸100億巨資布局10年的軍備體系，一招清零，徹底陪跑。印度的失敗從來不是輸在金錢、輸在規模，而是輸在戰略眼光，輸在體系思維，輸在迭代認知。印度一味堆砌傳統4代半裝備，沉迷於紙面數據的優勢，卻忽略了現代戰爭早已進入信息化、隱身化、體系化的全新賽道。用舊時代的装備去對抗新時代體系，無異於以卵擊石、刻舟求劍。再多的數量，再高的單價，終究是徒勞無功。說到這兒，很多家人會問：這套頂級體系落地以後，南亞格局最終會走向何方？這就需要我們用博弈思維、長遠視角看懂最終的解決方案跟戰略結局。首先，南亞100年軍力平衡徹底重構。在此之前，南亞空域的話語權長期被俄系、法系裝備壟斷。印度靠着大規模引進海外戰機，長期佔據軍力優勢。而中巴這場軍貿合作，直接讓中式現代化空戰體系扎根南亞，完成從裝備輸出、技術輸出到體系輸出的全方位突破。巴鐵徹底擺脫對美制、俄制裝備的依賴，後勤體系、數據鏈標準、作戰理念全面接軌中國，成為南亞首個擁有5代機、高端預警、遠程反導完整體系的國家。其次區域軍備競賽迎來降維拐點。印度原本計劃靠114架陣風穩固4代半優勢，慢慢研發國產5代機 AMCA， 循序漸進完成戰力升級。但巴鐵這波滿級畢業操作，直接打亂印度所有的戰略節奏，逼迫印度陷入被動追趕的焦慮局面。但最扎心的是，軍備發展代差一旦拉開，根本不是短期砸錢就能彌補。體系建設、人才培養、戰術磨合、產業鏈搭建，都需要10年以上的沉澱。這也就印證了巴鐵的霸氣斷言：印度10年都追不上。第三，中國軍工的全球話語權全面升級。從古至今，強國博弈，利器為先，體系為核。過去全球高端軍貿市場長期被美國、俄羅斯壟斷，高端預警機、5代機、反導體系幾乎是西方專屬。而如今，我們通過成熟的外貿體系、可控的技術輸出、完整的配套服務，向全球證明，中國不僅能造單一頂尖裝備，更能提供全套現代化國防解決方案。這波巴鐵的實戰化換裝就是最好的全球廣告。未來中東、東南亞、中亞諸多國家都會看到中式裝備的體系優勢、性價比優勢、戰略靠譜性，徹底打破西方軍工的霸權壟斷。這才是這場軍貿交易最深遠、最核心的戰略價值。道德經有言：胜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這場南亞格局的驚天變局，從來不是簡單的裝備更迭，更不是單純的金錢博弈，而是思維維度的碾壓、戰爭體系的迭代、大國智慧的降維審判。從空警500天眼升空，俯瞰南亞萬里長空，到殲35隱身破局，撕開4代機時代的舊格局，再到紅旗19堅盾凌厲，築起固若金湯的空天屏障，一整套中式頂級空戰體系轟然落地，宣告着一個舊時代的落幕，也開啟了南亞空域體系制勝、信息為王、代差定局的全新紀元。我是白方大招，點讚關注，下期再見。